现在面对着的就是沙溪冲了，我的右侧就是三面岛。刚刚呢，我已经在三面里面走了半圈了，但是出来去转到黄沙水产市场结果感觉真的非常的凌乱，看上去不是很卫生。但是呢，它的各种水产品就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所以广州人只顾吃其他的也顾不了那么多。很多人呢都会到这边来买一些这种水产品，刚捕获上来的渔获，趁着新鲜回去呢大快朵颐。我刚刚呢就从这条路出来的，现在呢我再骑回去，就在这一段三面岛的马路，然后呢向沿江西路吧，就西堤那边呢去骑行一段。我的右侧呢就是白天鹅宾馆，但是左侧呢有一个沙面堂一个教堂，很多人呢愿意到这边来打打卡、拍拍视频但是我已经来过很多次了，今天只是路过一下而已。这个边上呢有中国海关。右侧呢就是白天鹅宾馆底下的这个大门。白天宾馆呢大家都耳熟能详，就不用我废话多介绍了就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像左侧还保留着一些老的房子，还是相当不错的。陶兰轩这家所谓博物馆食府，在二沙岛呢也有一家分店。前面呢是广州市沙面体育俱乐部其实呢就是以前遗留下来的一个网球场。
好，从这座小桥呢骑出去就离开三面岛了啊。现在所处地下呢，就是人民桥的桥底下，这边呢也是桥头堡党巡服务驿站啊。上次已经到里面去转了一下，其实蛮好的。到里面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休息一下，喝口水什么的。同时呢，也有一些广州这边的旅游资源的陈列。上次呢，我已经来过这边了。这边呢也会有一些历史的遗迹，就是右侧这块碑呢，就是杀鸡惨案的纪念碑。这边呢是珠江啊白鹅潭区域，或者说最临近白鹅潭的地方，江面呢也比较开阔啊，就又有三面岛，所以应该是广州最早开放的一个地方。只不过呢，现在已经比较陈旧的一片城区了。但这边呢，始终还是一个旅游的地方。比方说，你可以坐这样的江上的游轮，在泛舟江上啊，应该还是蛮有意思的。这边就是西堤码头，珠江游的售票点和登船处。就在这种江边啊，迎着风慢骑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日本仔嘅後代嚟㗎啦，我間呢邊嚟嘅。这里呢就是珠江的西堤，前面呢就是爱群大厦，那里面那条呢就是西堤大马路。
冇嗰樣都係揾個洋龜，你又。喺呢度做？这里现在变成单行线了。我的头顶上呢就是爱群大厦，现在叫爱群大酒店啊。就是当年75年以前，广州刚解放的时候，就这座大楼呢还是广州最高的建筑物，就有点像上海的国际饭店啊。现在呢，你看啊，这个下面啊都是一些普通的小吃店，显得有些凌乱。同样凌乱的呢，就是现在我走的这条西堤大马路，因为已经比较窄的一条马路，已经没有办法再进行扩建。所以呢，现在变成了一条单行道。对面呢是广州市真光学校。就这条西堤大马路呢，应该是长堤大马路吧，就是还有以前的一些建筑物。当然，后来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建筑物，但整体来讲呢，这边还是发展之后，虽然有很多知名的建筑物和纪念物，但是呢，这让人家感觉太过陈旧了，好像是没有得到关注的一片区域了。可是呢，你看啊，我转出来就是沿江路。立马就到了珠江边了，按理说这边呢应该是最美的一片区域了。好，我们还是到江边来骑行。看到河里有一只仿古的游船啊，也挺有意思的，像那种明朝郑和下西洋这种船型。这边的大树下都有一些凳子，我找一个凳子稍微坐坐休息一下。好，坐在岸边的石凳上休息了片刻，吃了一点干粮。
喝了一些水，我们继续沿着沿江路向东驰行。都是非常熟悉的马路以前也来骑过很多回了，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欣赏风景，享受悠闲。珠江上码头一个接着一个都是珠江油的码头。我对你的。现在我在海珠桥脚下经过。这边呢，看江面的流水非常的生动。这边景色也很好，因为珠江在这边呢有一个斜角对面直接可以看到广州电视塔。
前方呢就是天字码头啊，这是号称以前皇帝登船的地方。我刚刚看到那艘像古代大船的一个游轮呢，就停靠在这里。看看右侧这里停靠的这个像一艘大龙船啊，叫南海神广州日报号。右侧呢就是天字码头。多咗個幾多？现在又回到了江边。佢話本集15號啊。
我的头顶上呢就是东豪通的快速路啊，这边呢其实也是东豪通路珠江的地方。你看这边有个简单介绍啊，东豪通口的介绍，4.4公里长，起源于白云山路啊。我今天呢也是在这边走过，有12公门口就是东豪通。结果我辗转呢，还是回到了它入珠江的地方，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到了这里呢，就是大沙头码头的区域了。以前的一个码头啊，现在变成了一片绿地。昨天太习惯了，都是拿挂艺的术士作品。
又来到了海运桥的桥底下，就这边呢，真的有很多的市民在这边载歌载舞，还有就是打旗打牌下棋。那个什么嘛，年纪差。你好，媽你好，我哋想接拍多做一組我哋。今天呢，我都是沿着这个江边在骑行啊。拐个弯呢，前方就是二沙岛。那我会穿过二沙岛，继续沿着江岸骑一段。我哋收線點解10分鐘？我的左侧就是东山湖公园啊。这边呢是广东省的体育训练基地啊。
前方呢就有一条江边的骑行道啊，但我已经骑过很多次了。我还是走一下二沙岛上的一些小路啊，这些林荫道也非常美。今天呢，就是享受慢骑，因为到现在为止也就将骑了20公里多一点而已。那么也就是说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消耗体力啊。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慢骑，偶尔为之也非常好。左侧呢，这个围墙里面是直信中学。就直信中学有很多的分校。我的右侧呢，就是文丽坊这个岛上的，应该是唯一的商业中心啊。就前阵子呢，我们还在这个上面的象群饭店吃过饭。那天晚上我还在这边拿着我的摄像机，稍稍的随拍了一圈。我的左侧呢是广州育才实验学校，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再往前走一点呢，就是美国学校的小学和幼儿园了吧。这个左侧呢，就是美国学校，叫广州美国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现在都是改成这样的名字了。骑出了烟雨南街，我的对面呢就是星海音乐厅，我的右侧是广州交响乐团。好，现在呢，我继续回到江边骑行啊。现在开始出大太阳了，比早上出来的时候稍微要热了一些，但总体来讲呢，还可以接受啊。所以我们继续享受慢骑行，沿着广州二沙岛的江边。我的右侧呢就是珠江，今天的珠江水还是比较干净啊，没有什么太多的杂质。
前方呢有一块石头啊，我曾经在这边骑行的时候给大家展示过，就是珠江水系啊，都在这块石头上面反映出来了。所以珠江呢并不是一条江啊，而是有很多条支流汇合而成的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珠江干流广州市区段，它分西航道、前航道、后航道，上接流溪河，下承虎门、跨白云、荔湾、越秀、天河、海珠、黄埔、番禺7个区，是这么一个水系图啊。就大家对珠江不了解可以了解一下。好，我们继续往前骑行。前方呢就是广州大桥了，在前面呢就是广州电视塔。现在在广州骑行呢，真的我觉得你会比较放松，因为呢，你如果累了，或者这个车出了什么状况啊，你就可以搭乘地铁，也就是说没什么后顾之忧啊。所以这就让骑行呢变得比较放松，你可以非常随意的来骑一下。
遇到清洁工人在洗地啊。我觉得这边的清洁工人做的还是比较彻底的。我们在加拿大看到，仅仅就是把那个树叶推走而已。现在右侧看到的这座桥呢，叫海心桥，它是一条步道啊，横跨珠江两边。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它不能推着车行走啊，所以呢，稍稍有些遗憾。否则，跨过这个桥到桥的对面，我觉得去骑一下也是不错的。这边呢有大片的绿地啊，还是有很多人在这边野炊，或者搭个小帐篷，度过一段休闲的时光。原本呢，巴沙岛和海心沙岛就已经连通了，但也不知道谁出的主意，在这边拦了一个门，就不让进。这边呢应该是观江的好去处啊。我的左侧呢，这一片看台还保留下来了，就是开亚运会的时候的开幕式的举办地。前面那座桥呢，猎德桥。这边呢就是广州的电视塔。这边呢也在进行一些改造啊。
可惜这边的路不通，去不了。应该说，这是广州新城区边上啊，最适合到这边来走走，看看珠江两岸的风景，而且这边有大草坪啊，也有很多树木，也一直开着各种各样的花，应该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地方。确实呢，也是节假日啊，深受市民欢迎的一片休闲区域啊。所以我觉得每个城市啊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平台，让大家呢可以随意到这边来休息一下。但是问题是，它这个地方呢，目前为止还没有地铁站啊，就大家要不就自己开车过来，要不就是通过其他的交通工具啊，辗转到这边。而且虽然你看啊，有这么一个步道横跨珠江，但是呢，它有很多限制，以前还要预约，现在恐怕是不用预约了。所以呢，也是稍稍给市民们带来一些不便。但是呢，这些规定就是规定吧，我们进不去也就算了。好，既然这样呢，我们就还是骑出这个道去。不管怎么说呢，还是非常优美的一块地方，所以我就把它当做我今天骑行的第3段的结尾啊，就在这个大草坪的广场呢，结束我今天第3段的骑行。那等一会儿呢，我准备从这边出发，继续找一条路啊，去到某一个地铁站，看看能不能搭乘地铁回启福新城区。好了，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再见，拜拜。